大家好，我是微庄主。很多朋友问说，现在美股的位置已经不低了，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向还是比较安全、比较有潜力的呢？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寻找美股唯一的安全的方向。好，那在整个的视频当中呢，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内容对你们有帮助、有启发，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或者一个小心心哈，让我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比较适合你们，帮我提升我的内容质量。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这是什么？这个是巴菲特指标，什么意思啊？很简单，用整体的市值比上基本面 GDP。那如果这个市值非常高的话，那说明什么？说明股票已经涨了很多很多，它已经超出了它国民生产力非常多，就是它有泡沫了。那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图是整个的历史数据，过去100年的历史数据，有几次高点哈，这个是科网泡沫。这里呢是2020年，那这一次呢，现在在这个位置，很明显，从整体历史上来看，美股确实是在相对高的位置啊。我们不说短期它上涨或下跌，总之呢，拉长周期看，它现在位置不低了。那我前几天呢也录了一个视频，是关于对美股的这个位置的分析，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在整体市场位置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有没有相对安全和有潜力的方向？有没有一些方向跟板块能够跟其他的方向不太一样？大多数走到了这个位置，可是它还在下面，有没有这样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看，这是一个什么图哈？这个图呢是美股的不同的行业或者板块相对于它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相关性哈，这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一个相关性。什么意思哈？横轴呢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如果说它的相关性是这样哈，纵轴呢就是股票的收益率。如果它的关系是这样，那说明什么？债市收益率越高，股市就表现越差。很明显，资金会往债走嘛，对吧？那股市相对来说就是它收水哈，这个流动性会受影响，它往下走，这也是比较好理解哈。我们看像这种方向，它这个点点就在这个旁边，说明什么？它的相关性非常强，对吧？那像这种点点呢，相对分散，但是它依然是负相关，对吧？那只有一个方向，跟其他方向是不一样哦，就是这第一个。其他的方向，你看，这是金融的方向啊，这种是房地产，非常紧密；这种是材料，这个是工业，非常紧密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通信行业，这个是生物医药，这个是消费，这个呢是科技。只有这一个不一样，它不仅这个从长期来看，这个相关性是相反的，并且它这个散点啊，都不是靠在这个中间，都不是靠在这条线，它是很分散，等于说它相关性呢是跟别人不一样，而且它相关性比较低。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方向都在高位，只有它在低位呢？那我们就要研究了，这个横轴的方向会怎么走，对吧？这个横轴10年期国债从长期来看它会怎么走？我们来看啊，那这个利率到底它会怎么走？这个国债收益率到底会怎么走？我曾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讲过一个话题，叫美国的国债并不再适合长期持有啊，非常推荐大家再把那个视频重新看一遍。为什么？因为那个视频讲的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大的背景。好，我们讲说10年期国债啊，美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其实就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底层逻辑、底层的驱动力，它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长期的方向的变化哈，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把那个再重新看一遍。那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拉长周期看过去100年的这个利率的方向，这个是上行，过去40年是下行，现在目前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判断说有可能这未来又是一轮新的周期，像这个一样？首先呢，你看啊，这个高点是越来越低的，
这一次已经升高了。我们在那一期视频其实讲了很多一些证据，大家可以翻回去看一下。这里我只提2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MI 就是整个这个经济的基本面数据哈，在以前像这样的一个下行的情况下，它什么时候会降息啊？就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它需要降息来刺激经济，逆周期去调节。我们看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呢，只要这个 PMI 它低于这个荣枯线，它就已经开始降息了。看低于荣枯线，它就开始降息来刺激经济。可是这次已经低于它很长时间了，早就低了，它没有动哦。那我们看在这一块就不一样了，对吧？那这里就不赘述，非常推荐大家回去看看原来的那一个视频。好，那我们说从长期来看，它这个方向有可能是这样走的。那么在一个利率这样走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认为这个方向会比较好，这个就是大宗商品的方向。我们看，就于我们来说呀，我们不会研究所有的大宗商品的方向，像一些农产品啊，比如说什么小麦这些，我们不太研究。我们呢，目前主要关注的方向就是黄金、白银、原油。像黄金、白银这样的品种，在我过去的视频当中已经讲了非常非常久了，讲了可能都有1年了啊，讲的非常多，包括黄金的逻辑哈，黄金跟白银比，可能谁会更好，他们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哈，这些我们前面的视频讲了很多，也推荐大家回去看一下。那么到底是投资这个黄金本身好，还是投资黄金股好？是投资白银本身好，还是投资白银股好，对吧？那我们就说是投资商品好，还是商品相关的股票好？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跟大家再提示一下，把套利 K 线的那个视频再复习一下，好好看一下。这是去年小助理在圈子当中发的。什么是套利 K 线？套利 K 线的本质呢，其实是它帮我们选择不同品种谁更具有优势，是中长期的一个选择品种的利器。那我们说套利 K 线怎么算？一般用除法或者减法啊，根据品种不一样，用不同的方法。那我们来看，当我们去对比黄金跟黄金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出来这个套利 K 线这个工具来看这个不同品种中间到底中长期谁会更有优势哈。那么我们用什么来代替黄金股呢？用这个 GDX 它是追踪涉足黄金开采行业的公司的整体表现。我们来看一下黄金股除以黄金，高处呢在这个位置，低点呢在这个方向，现在目前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这个是一个中枢的话，它大概率怎么样？长期会向上走，是吗？那如果长期向上走的话，就是这个股除以这个金是向上走，那说明什么？股在中长期会跑赢金。我们说的不是短期哦，它有可能这样子，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我们说从长期来看，应该大概率会发生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说黄金股会跑赢黄金。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一个美股整体情况比较高的一个状况下，一个背景下，这种商品方向的股票可能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方向。那我们来总结一下，那就是说呢，我们说商品股票可能是目前整个美股里面最低估的一个方向。那么从我们目前看的这个黄金啊，这些相关的商品的股票，相对于它本身的商品会更有优势，对吧？股会更有优势。可是呢，这种优势呢，仅仅是针对于中长期的收益率。可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我们看的不仅是收益率的问题哦，我们还会看什么？还会看波动率，对吧？还会看是不是具备多样性，是吗？什么叫多样性啊？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很多朋友讲说，那我投资到不同的股票当中，这叫多样性，这是错的。因为只要你是同样的大类品种，我们说大类资产包括股、包括债、包括商品、
包括外汇，包括房地产这些都是大类资产。然后每一类资产下面还有很多小类，对吧？比如说股票里面可能有房地产股票、原油股票、银行股票，对吧？消费股票、医药股票，这些都是股票。很多朋友呢说，哎，那我分散不同的行业，可是它依然是受股市整体的影响，它不是最具备多样性的这种配置。真正的多样性配置，我们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大类资产的配置。我们说，虽然说，哎，可能中长期相对应的黄金股可能会跑赢黄金，可是，在股票整体市场波动的时候，黄金股票也依然会随着股市波动。可是，黄金本身跟股市的相关性就很低了，它像一个稳定器一样，可以让我们的整体的账户更稳定。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看的不一定仅仅是收益率，还有一个多样性的问题，再一个是波动率的问题。比如说像黄金这样的，黄金本身它波动率会更小一些，会相对于它对应的那个股票波动率会更小一些，就是它的风险波动，它的那个账户的波动所以我们说，虽然说从收益率上看，中长期的商品股票可能会更有优势但是我们依然还是会去选择配很大一部分的仓位在像黄金这样的商品上。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儿。我们今天讲的是黄金，那关于原油呢，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然后请也记得帮我点一个小心心跟赞，来告诉我这期视频是否对你有启发。谢谢大家。